Hello，大家好，我是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上个礼拜市场最关注的焦点，应该就是比特币明明就已经都涨破了7万多美元，就在礼拜五晚上突然暴跌一根哦，很多的无论是比特币、以太币、山寨币都暴跌了10%甚至以上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今天会有比较完整的给大家解释，以及接下来会不会继续跌下去。但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这个礼拜最想跟大家分享的观点，可能是深潮这边引用了 Ignas 的一篇文章哦，说币圈不相信基本面，而注意力才是一切。除了上周焦点之外呢，我们有本周前瞻，包括你可以领的一些币啊，还有关键的本周的时程点，那这些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的时间戳记找到。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我们看到 BTC 71K 比特币的 ETF 净流入8亿美元，3月12号以来的最高纪录。上个礼拜呢，比特币在7万上方站了很多天啊。那其中，如果你去看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比特币在6月4号的时候呢，净流入了8.87亿美金，是创下前阵子比特币暴涨到历史高点的时候3月12号以来的最高纪录哦。那一直以来，我们都判断说，比特币现货 ETF 就是现在的币价的涨跌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哦，看来到现在依然是这样子。我们这个礼拜的数据报告会除了把比特币现货 ETF 的数据，也会告诉大家，如果以太坊现货 ETF 通过之后，我们可能会去看哪些东西哦。但是呢，这一整个乐观消息仿佛都在礼拜五晚上的这个事件被直接的打垮哦。屠杀这个非农远超预期，比特币插针到68300块钱，以太坊跌穿3600，是超级的好机会吗？这个，如果你礼拜五晚上比较晚睡啊，或者是你可能已经睡觉了，会被这个交易所的警报叫醒啊。原因就是当天差不多半夜的12点到1点的时候，比特币突然瞬间大杀2-3根，跌了接近快10%吧，一度到68300多。那很多市场上的分析，包括这篇动区的新闻，是认为这跟当天晚上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指数有关哦。在台北时间晚上8点半的时候，美国公布了这个就业报告，显示5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暴增了27万人，超出市场预期的19万人。事实上，这个在我们上个礼拜的币圈周报的本周前瞻就有提到啊，台北时间的这一天的晚上8点，美国的失业率就跟着非农会释出。这种总经的关键时间点，在现在这个降息是很多人认为是影响币价走势很重要的因素的时间点，也变得非常的重要。这个礼拜的本周前瞻，我们也会告诉大家一个时间点。那总之呢，在这个非农出来之后，大家原本认为说在9月份降息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你可以现在在这个智商所的 FedWatch 工具上面直接实时看到，它现在的这个几率其实已经差不多了，维持525到550的这个几率，现在大家已经认为是49.58%，基本上是跟降息的几率一样了。也就是说，大家原本认为9月可能比较高的概率会降息，但现在市场是认为说可能55%，9月可能也不会降，也许我们要等到11月的那一波降息的几率才会高一点哦，甚至还有30%的认为11月也不会降。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大家知道降息可能利好风险市场，那现在降息要往后延了，就是利空风险市场了。那这个分析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哦。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数据出来之后，美国的主要的指数期货也直线跳水。但事实上，如果你去看当时的币价，在这个时间点，这个6月7号的晚上8点美国的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比特币虽然跌了一根，但并没有直接的往下跌，反而是稍微平了1-2个小时之后，在晚上差不多12点到1点的时候，才真的开始下杀。所以这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那这篇零差资讯就有整理的比较清楚。他在礼拜6台北时间的早上发了这篇贴文他认为说，虽然比特币在上个礼拜曾经涨到72000美元左右，但突然这样的下杀，有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加密货币量低且阻力未强，这我觉得还好，这个就是技术分析上的一些看法。那这个就通常说有发生什么事件才会引导到这个币价真的下跌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多头合约的清算，在当时那波下跌的4个小时之内呢，有超过3亿多美元的多头合约被清算这意味着当价格下跌的时候，炒作价格上涨的头寸会被迫出手，进一步加剧了下行压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一个礼拜我就有看到社群的人在分享说，当时这个比特币的未平仓量，无论是做多或者做空，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数据，就是大家都已经下好离手，觉得说现在就会涨或者现在就会跌。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说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人做多，那当币价下跌的时候，到他们的平仓或者是爆仓线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回补这个仓位，类似这样的概念。在爆仓的时候呢，原本比特币下行的压力可能只有这样子，但是因为有太多人要爆仓，他们要回补那个仓位，就会跌得更严重了。这是一个突然大跌的原因。另一个可能会大跌的原因是，当时在这个 GameStop 上面有一个交易员叫做 Rolling Kitty， 他们在直播，就是这个跟比特币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确实让 GameStop 这个股票是大跌，然后有人认为说它可能因为
这种比较风险市场，它跟比特币的交易者的情绪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它导致的下跌也可能会影响到比特币。那我觉得这个还好，我可能觉得当时造成比特币以及一众山寨市场下跌的原因，可能这个是 Look on Chain 的一个数据，它不是从比特币去看它从以太坊去看。他说，当以太币的价格在当天晚上开始跌的时候，他们侦测到以太坊基金会的相关的一个钱包呢，投了这个6000万美元左右到中心化交易所 Kraken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这个是以太币当时在下跌，就是礼拜五晚上的那段时间，以太坊基金会也在同一个时间deposit 了这个15000颗以太币到 Kraken。那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以太坊基金会呢是一个非常擅长在高点卖出以太币的一伙人，或者我们更直白的说，就是当以太坊基金会将他们的以太币转到中心化交易所的时候，很多市场的情绪就会认为说，这个是庄家要出货的前兆，因为币转到中心化交易所可能就是要卖出嘛，没有太多其他理由。那在以前我们都是看到新闻说，以太坊基金会在6月1号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能预期6月几号可能会下跌，以前都是看到这样的。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直接看到它转账的这个时候，以太币就直接的下跌。你可以去看币价发生反应的时间这个是以太坊基金会在转出的时候，然后币价就下跌，然后再下跌。所以我感觉的情况是，应该是有很多的链上基金，他们是有侦测到这一笔转账的发生，他们认为说以太坊基金可能会之后会砸盘，所以他们在侦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抢先出货卖掉这个事情。而这样的时间点是跟真正币价在跳水的时候比较吻合的那进一步可以佐证的呢，你也是可以看说，其实比特币从这个高点跌下来的幅度，其实远远没有以太坊跟其他的山寨小币来的那么大那我们都知道，以太币会去影响到山寨币的走势的效果，所以比比特币来的强的。所以这两个原因也是让我觉得说，这边 Look on Chain 的分析可能是比较影响到这一次周末的跳水的一个主要原因。那重点就来了，这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让整个币价继续的跌下去呢？如果说今天以太坊基金会的卖出真的是会让这个以太币的币价下跌的话，那现在他们只是转到中心化交易所，他们还没有真的卖掉，所以未来是有可能会再压一下盘的。但反过来说，也可能认为说，这一次他们的转账提前就已经被市场给反映完了。提前我们就已经认知到这个事情，所以这样砸下来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盘的状态，而不是像过去说，其实以太坊基金会他们转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所以有一个潜在的砸盘事件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现在呢，说实话，如果没有跌这一根，我也不会去查这么深，然后看到 Look on Chain 的这个数据，你看它只有400个赞，多给它1个赞，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整体来说，这次短暂的下跌，当然是让很多人的仓位爆仓，从全网数据爆仓3亿美元，其实就知道。重点是我们要怎么看后市嘛？这些就是说我找到的资讯。补充一个事件 ，JP Morgan 也在当天晚上宣布降息预期推迟至11月，目前认为这是跟市场下跌最有关的因素之一。像我们看到 Bankless 表示，以太坊的 ETF 交易在即，把 ETH 卖给华尔街的 N 种蓄势之道。我们上个礼拜的新闻也有提到就是当以太坊 ETF 上线之后，这一些传统金融的资金，他们买不买单？很多人怀疑说，他们其实不会像买比特币现货 ETF 一样那么积极，因为他们不了解以太币。那 Bankless 呢？这个礼拜就发了一篇贴文他在跟大家分析说 ，How do we sell ETH to the Wall Street？就是如果说现在以太坊 ETF 来临的时候，我们我们懂以太币、懂币圈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传统金融的人知道以太坊的好，并且卖给他们呢？这边是一个蛮有趣的，他整理了很多大 V 的观点的文章在 Marspeed 他要把它整理成中文版本。我们直接看这里第一个他提到的是，我们可能可以让他理解为这是一个代币化平台。包括 BlackRock 贝莱德的 CEO Larry Fink 表示呢，都非常的吹捧所谓的金融代币化，就是原本的数位资产，他们是放在中心化的平台证交所去运转，就是转账什么的，账本全部都记录在中心化。今天如果这些东西可以代币化的话呢，就可以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去分散这个记录这数位资产的方式。那 Larry Fink 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模式的。那如果你要做到一个足够有公信力、足够透明化、足够安全的代币化资产上链的话呢，那以太坊就是现在市场上最有用的一个平台所以这是一个代币化平台，也许是一个他们可以说服传统金融资金把钱投资在这个事业上面，他投资的是一个代币化平台。那这边他评价说这个叙述等级只有 B， 我们看一下下面有没有更好的。以太坊是链上的应用商店，这个也很有趣。与比特币不同，以太坊提供了极具表现力的智能合约，为开发人员解锁了金融的可编程性，使该网络成为相当于苹果应用商店的链上平台。概念上呢，我们今天使用以太坊，我们并不是单纯是为了转账嘛，我们会想要使用以太坊上面的 DeFi 啦、GameFi 啦、NFT 或者是任何的SocialFi 等等的东西。我们去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要支付 ETH 给这个节点嘛，那就有点像 App Store。今天我们在 App Store 上面想要买一个好玩的游戏，我们在消费的过程中，苹果会抽我们的税。
的这样的概念。所以他把它形容成链上的应用商店，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那这边 Bankless 给他的叙事评价是 C， 原因是目前尚不清楚外部的参与者是否可以对链上执行的交互类型有很好的理解。简单来说，就是他不是怀疑这个描述是错的，他怀疑说这些 boomers 可能是不能理解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下面还有几个呢？这个是互联网的债券，这个概念我觉得比较偏颇了，就是说，因为以太币你持有的话呢，就像你持有一间公司的债券，它每年可能会给你4%、5%，那以太币呢，你拿去质押，它每年也可以给你4%、5%。那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其实就是不一样，并不是说你拿着以太币，人家就欠你钱要给你钱之类的概念，这跟债的核心根本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那他这边给他打分 C 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以太坊现货 ETF 不会跟质押一起推出，也就是说你持有以太币，并且你把它放到节点里面，你会赚到这个利息。可是你买以太坊现货 ETF 不会，它不会帮你把它去质押，所以这件事情是说不通的。那有人说，以太坊是超健全的货币，就是 Ultra Sound Money， 就是法币会无限的大量的通膨，比特币通膨会有限，而以太坊通膨如果说它今天的交易量够大的话，它甚至会供给量下降的通缩是这样的描述。但是 Bankless 说这个对华尔街来说可能太过低俗，他的叙事评价只有给他低。然后也有人说这个是数字石油，想必很多的以太坊或者是链上的区块链的朋友都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比特币是数位黄金，以太坊是数位石油，其实蛮有趣的如果你去比传统金融的黄金跟石油相比，其实石油的市场价值是比黄金还要高6到7倍左右其实这个叙事应该是还蛮性感的，但是 Bankless 依然是给他一个叙事等级低他说这个很难 sell 给这个传统的市场参与者，这个我是比较不懂，我以为链上石油这个可能是目前最主流的一个评价之一了。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但总之呢 ，Bankless 这边是没有给任何一个人的 A 级。就他们的观点来说，目前虽然每一个叙事都有吸引人的点，但是似乎都没有吸引下一代的投资者加入以太坊的解决方式。那当然，这个是 Bankless 自己的观点。我想我们都可以同意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了以太坊现货 ETF， 不代表资金会直接进来，我们需要有一个简单易懂又可以很畅想未来的概念，让这一些这个手握重金，但是他们并不是从小长大就有网络，甚至是区块链网络的概念的这些投资人去了解。那你觉得上述 Bankless 整理的这些概念，哪一个是最有机会去说服你爸或者是你公司的老总呢？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更有趣的想法，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就提出来，说不定最终的标准答案就是还没有被讨论出来，需要大家的集思广益。下面我们看到 AI 赛道的潜力股 IO.net 即将上线，年度必追黑马。各位，上一个礼拜，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BNB 币安的平台币创了历史的高点，700多块美元一颗，非常非常神奇比特币最近就算有在涨，但是没有那么高，以太币甚至还没有破前面的高点 ，BNB 就直接创历史高点了。那如果你去找那个原因呢，你会发现市场上其实没有太多的原因。只有接下来2天，币安宣布推出了一个新的 Launchpad， 就是这个 IO.net 这个我们本周前瞻会提到，它是一个踩在 AI 跟 DePIN 2个赛道加持的区块链项目。IO.net 是一个为了建立一个全球可访问的去中心化云计算网络，透过区块链技术，它把全球范围内分散的 GPU 资源聚合起来，从而优化 GPU 的资源使用，降低成本，为 AI 的学习任务提供必要的计算支持。就是基本上 AI 是发展是很快，大家都知道的，可是问题就是背后的电力跟这个硬体的资源成本有限。那这些资源成本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充足呢？要么就是做嘛，所以台积电好好的做的是 ，NVIDIA 好好的做的是把这些东西做出来，或者是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些 GPU 资源它被闲置了，把它用更高效率的方式去使用，这个就是 IO.net 想要做的事情因此呢 ，IO.net 不只是 AI 赛道受欢迎它也是 DePIN 赛道的明星项目，它是真正的天王级项目。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我这个币如果能够上币安，我这个项目如果能够进入币安的话，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正常来说都是这样，因为币安的影响力在这个圈子就是有目共睹。但是至少在我的印象里面，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币它上币安竟然是对币安的利好，就是哇，就是币安币随着 IO.net 说要在上面 launch 破，许多人就开始买 BNB， 甚至把 BNB 突破了历史的高点当然现在是有随着市场的回调下来，但是还是非常疯狂的一个事情我只能说，如果说过去几次的 Binance Launch Pool 你没有参与的话，这次可能是可以考虑一下的但是呢，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太 FOMO， 就是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就是社群有一段很有趣的这个，我们说它是小品嘛，或者是小段子。就是当年在2016或2017年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个号称天王级的项目叫做 EOS， 就所谓的柚子币。当时社群吹它也吹得很疯狂我这时候想到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么一句，就是上线交易所不是对 EOS 的利好 ，EOS 上线交易所是对交易所的利好。
就很像我刚刚描述 IO.net 的那个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东西就是当年 EOS 的信仰者多疯狂呢？他们说，其实你不需要持有那么多的 EOS，1000个就够了。你会发现人这一辈子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EOS 本身没有风险 ，EOS 最大的风险在于你以为有风险，你可能拿不住。EOS 的涨不需要分析原因，太阳的升起并不是因为鸡鸣。几年后再看 EOS 的 K 线，整个2018年就是一条直线而已。我并不觉得 ETH 会成为 EOS 的对手，超过以太坊这样的目标对 EOS 来说显得太小。未来你会发现，你不在乎生活品质，持有 EOS 在手就最高的生活品质，这是这种很好笑的一些干话。顺便把这个讲出来，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不想要大家太 FOMO IO.net， 因为我相信接下来应该会有一段的 FOMO 的可能性出现就是这种被吹捧为天王级项目的，也不见得真的就会一直涨因为我们知道 EOS 就是到现在它完全已经不是以太坊的对手。之前也有很多的号称天王级的项目，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 ICP 吧，就是非常疯狂。现在单论价格的走势，也是被很多的社群是感到失望的所以大家投资还是要谨慎。但无论如何，能够上币安 Launch Pool 竟然是带动 BNB 破历史新高，我觉得很明显，市场的资金对 IO.net 前途发展是有目共睹。像我们看到 10x Research 为什么我们会看空以太坊，看多比特币？这个是一个知名的投研机构 10x Research 在上个礼拜的2篇文章的整理基本上呢，他们就是发表了为什么他们对以太币后市行情的悲观原因，以及他们非常看好比特币。对以太币的悲观原因是，首先在过去的1个月中，以太坊的市值增长了22%，但是它的费用收入却降了33%。从根本上来讲，这是因为以太坊的交易活动层面已经变得相对无关紧要在这一轮许多的迷因币活动已经转移到了 Solana 跟 Layer 2网络上，对于深度价值的投资者而言，这可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如果以太坊跌破了3725美元的点位，它可能会触发大量的止损交易，可能会跌得更多，就是像前几天晚上直接跌到甚至3600左右的一个价格。并且他也提到说，从历史来看，6月是以太坊第2表现糟糕的月份，平均的收益率是只有负7%那顺带提，9月是最差的一个月份，而其他10个月份的回报率都是正值。那 10x Research 就综上所述呢，从基本面跟技术面跟周期的各种角度来说，他都不觉得当下是以太币的最佳时机。分享给大家。我是不太想要甩他啦，就是反正我现在手上还是有一大堆的以太币，但是他讲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有道理，你也是可以参考一下。至少尤其，也许我们都觉得长期来说以太币还是会涨，但他告诉你说，6月可能不是一个适合加仓以太币的月份，就是大家可以参考参考。那除此之外呢，他是非常非常的看好比特币他说，对交易者来说，当下是承担更多风险来获取更大 beta 的时候 ，beta 就是跟着市场走，就是 alpha，beta 就是从市场以外，你又看到了说，现在 AI 是风口，现在区块链是风口等等，这个就是 beta。那正如他们预测的一样呢，比特币的矿器的相关的股票也在上涨。然后他讲了一些总体经济的东西，但是其实我整个看下来，我是觉得没有太多值得说服我的理由啦。但反正也没差，反正我也是看涨比特币，就是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再来看一下 10x Research 的这篇文章。主要选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影片可能还是比较偏看多嘛，所以分享一个坚定看通以太坊的一个投资机构，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看到，拜登动用否决权强势护航恶法 SAP 121，国会以预算案附加条款反制。我们几个礼拜都有关注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法案就是美国国会2党目前都已经投票表决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叫 SAP 121的法律认为说这个法律会影响传统金融机构去整合加密货币或者是帮用户托管加密货币的一个动力，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不好。但是呢，美国总统拜登呢动用了否决权，就是说虽然说国会你们通过了这件事情，要求 SEC 不能限制银行，但是呢我否决你们，我觉得要保护消费者，我们还是要更听 SEC 的话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原本这件事情我想说就要落幕了嘛，就变成是一个总统他现在还不喜欢现在的国会的想法，可能长期来说换总统或者怎么样他会改变，但是现在国会立刻就反制了美国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在即将讨论的2025年财年预算法案中，削减了美国证券委员会 SEC 请求的预算，将它从25.9亿减至20亿美元，并且呢，它还增加了一些附加条款，包括它要禁止 SEC 执行这个 SAP 121。各位，这个你看到什么？我看到就是脱了三权分立就是行政权呢，它最后有一个否决掉国会在这个，如果你没有过半的话，我可以否决掉你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他们这个立法权就立刻让这个行政单位请求预算的这个资格就下降，就是他们真的在对抗的一个感觉。
就哇，非常有趣，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当初美国开国元勋们他们在建制这个三权分立，行政跟立法在抗衡的时候，那个很有趣的感觉。今天国会今天讨论出了一个共识，行政单位可以怎么去否决？你要否决它，但是因为他们很有共识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可以一起在某一件事情再去背革你。所以就非常有趣，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件事情现在是跟加密货币有息息的相关哦。而国会呢，我们知道这是人民选出来的议员，现在人民的力量跟人民的声音是站在加密货币这边，还是不是加密货币这边，其实已经非常的鲜明了。那顺便也想提一句话，就是在台湾跟亚洲的社群好像似乎还没有很了解这件事情，但是就在美国跟西方，其实对他们来说，加密货币已经就是一个投资的东西了。它可能会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建制的完成，有一些规则还没有建制的完成，但是其实普遍它就是已经个波动有点大，你要注意风险，但是它是妥妥的可以投资的东西，而不像现在在亚洲或者是台湾，就是大家对它的害怕的程度还是会高一点，这个是大家也可以留意的。像我们看到 Bitstamp 被 Robinhood 收购，币圈能迎来新用户吗？这个是上个礼拜6月6号的消息啊 ，Robinhood 宣布将会收购全球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Bitstamp， 受此影响 ，Robinhood 的股价在盘前上涨2%。哦，是2.27%，我以为是27%。好了，我原本想说，你收购这个 Bitstamp， 你的股价可以上涨27%，这个是天大的利好啊！上涨2%也还行啦，没有我想象中的天大利好，但也是利好。如果有一间传统金融的公司收购了一间加密货币的交易所，会让它盘前上涨，其实也说明它的用户啊，它的股民是认为说这件事情是利好的，所以好事。像我们看到，美国退休基金买进上亿美元的比特币 ETF， 学者说期望美国各州效仿。这个我们之前提过了，就是如果说今天比特币是一个稍微有风险高一点的话，那最不应该投资它的就是退休基金，因为退休基金要求的是安稳。一般人可能股票跟债券的比例，股票会比债券高，但是退休基金可能会希望债券要高一点，更遑论去买比特币了。但是呢，现在已经有美国的一档退休基金，不但已经买了比特币的部位，还买了上亿美元哦。他也认为说，美国的各州可能是可以效仿这件事情，所以也印证了我刚才提到的，现在加密货币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妥妥的一个可以投资的东西。那至于如何避免它的波动太大呢？想必有看我们影片的观众都知道，就买少一点就好了。像我们看到，富兰克林计划推出加密私募基金，将投资竞争币跟提供质押奖励。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想法就是更加的笃定说，就原本都是我们这些散户在投资这些好像是很路子比较野的一些投资的可能性。但说实话，你说机构投不投这些东西，机构也是人管的嘛，机构背后的钱也是某个人的钱嘛。那他们跟我们一个很大的不同，可能是他们的资金量体比较大，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说太高风险的波动，或者是一个太小的市场，他没有办法进入。那在过去几年的币圈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你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是，随着比特币现货 ETF 的通过，以太坊现货 ETF 的通过，随着各国政府整合这个市场，它的市值越来越大，它越来越透明，上面 legitimate 的项目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主流机构投资人，他们早就蠢蠢欲动，想要投这个市场，就会开始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似乎是没有办法回去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的规则跟规定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利好加密货币的投资。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规则跟规矩都是人定的，人可以定，人也可以改。而人为什么要定这个规则，跟为什么要改这个规则，背后就是它背后的诱因是什么，它背后的利益在哪里？如果今天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想要投资比特币，有一天也想要投资以太币，甚至其他的山寨币跟竞争币，你觉得规则会不会在未来这个市场的池水变大，安全性变大，透明性变大，监管被完善之后，规则要改动？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尤其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Franklin Templeton 他们的网站上他们现在已经出了这个 Franklin 的 Unchained US Government Money Fund， 就是这个资金是投资传统金融的，但是他把它放到链上，就是很有趣。就是他们除了说，我们想要尝试投资链上的东西，当然他们想要有这个想法，一定是他们更熟悉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们先尝试使用 Unchained 就区块链上面的方式来投资传统金融的东西。是一个很不错的进展吧。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币圈不相信基本面投资，注意力才是一切。这个是深潮去翻译了一篇这个非常有名的 DeFi 的分析师叫 Ignas 的概念他第一句话讲说，长期的持有一个山寨币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整体来说，他通篇想要表达的就是你在币圈去做价值投资跟长期投资，很有可能会失望他举的例子是这个 Brave 浏览器的币叫做 BAT， 他提到说 Brave 浏览器有可能是目前最成功的一个加密货币相关的 App它每个月有7000万的活跃用户，它整合了加密货币钱包，它跟 VC raise 了4000多万美元，
并且它这个代币也完全有整合到了生态系统啊，你持有这个币，你可以透过看广告来赚收益。那持有这个币，你还可以在 Brave 的 DeFi 生态里面有一些好处等等。但是呢，尽管这个项目看起来基本面如此的扎实， BET 的币价却从2017年到现在是没有太大的起色。你可以看到它从2017年，然后它经过了一个牛市之后又跌回来原本的价格，大家觉得很难过啊。同期相比呢，以太币在当时从$250到现在是3700、3800左右了，有点印证了很多人认为说的，价值投资在币圈只会是一场空啊，说币圈就是完全没有价值投资，我们只能看这个市场 FOMO 什么东西就应该买什么东西。深潮整理出来的这个东西就这样。我原本是看深潮这篇文章。他提到这句话，这个 Elon 说 "Attention to crypto is everything" 啊，在加密货币世界里面，关注度是一切。他认为说这些团队可能应该要请一些 KOL 来推广 BET 的币价，同时建立更强大的社区，来增强 BET 的市场认知度。其实我看到这篇的时候，我其实蛮难过的，就是 Ignaz 是毫无疑问在 DeFi 圈非常受尊敬、非常有实力的一位分析师。我们币圈周报也常常引用他的东西。我从刚进币圈就一直在看他的内容，可是我必须要在这边说的一句话是，我并没有很苟同他的这个概念哦。在加密货币，注意力就是一切。也许你可以说的一件事情是，币价的短期的涨跌，注意力是一切。但是我很不希望就是把这句话简化成加密世界什么的。就 Brave 浏览器，我自己是没有在使用，但是我知道他想要创造的一个更适合的浏览器环境，包括他把广告的手续费可以分给社群，包括他可以更加挡掉一些不好的广告等等的东西。他所创造的东西远远不只是你今天买的 BAT 价格，它有没有涨让你赚钱，它有没有涨10倍让你赚到比别人还要多的钱。我觉得整个加密货币的世界不应该把你有没有让社群赚钱这件事情放成你的一切。如果你的结论是如果你在币圈想要赚钱的话，那短期的注意力会比基本面更重要，那我完全没有疑问，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的。但如果你说的是在整个我们这个市场，加密市场啊，区块链市场，注意力就是一切 ，Well no。巴菲特很久以前就说过，在长期的投资来说，市场就像是一个称重的机器，价值会影响。短期来说呢，就只是一个投票的机器。我觉得，即使你要说去持有 BAT， 它最后的有没有赚钱，是大部分的人最重要的一个意图。那他们根本不 care 说这个项目到底好不好啊，他们的用户有没有从中获利，他们有改善我们现在的网络资源等等。目前的 BAT 的涨跌幅可能都只是短期的涨跌幅，就是说不定今天在30年之后 ，BAT 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币。就像 Nvidia， 你如果在20年前去看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平的线，然后没有跌。但是谁能够在当时知道 Nvidia 现在会是一个成长最强的一个币呢？那是不是我们真的都要看到一个币涨上去之后，我们才喊它爸爸？在它涨上去之前，它做的所有的努力，我们都要因为它的币价没有去涨幅，而用当下的币价去评价说它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先入为主的去说，这个币价只要有涨，他做的事情是对的；它如果跌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是错的。我之前说的东西不算，就是不太喜欢这样子的用短期币价去判断一个项目做的事情是对的或者错的。当然，我这个想法可能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想法，就你可能认为说老哥，你这个不用这么的道貌岸然啊，每一个人来其实就是为了赚钱，什么驱动型化什么东西的，没有人在乎。也许你的想法可以这样，也许你确实在币圈赚的钱比我多，也许你在币圈的各方面都很出色、很成功。也许我确实还太年轻，我可能觉得说，可能要给他们一些 flowers 的那种感觉。当然，英格兰这边肯定是不会想踩 BET 啦，就是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其实 BET 的项目方如果看到有一些收获，他们可能去做一些市场营销，对他们整个项目跟早期相信他们的人可能也有好处。当然我也不知道，其实说实话，我也没有在用 Brave 浏览器，我也没有持有 BET。那看到这个，其实也有点像是，因为短期我们都知道迷因币的风潮已经出现了，然后我自己也认为说，短期内迷因币的风潮会继续的往上。我觉得在这边可能会有很多人赚到钱，但我同时更担心的其实是，早期在赚到钱的这些人把币价推高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买在迷因币的高点，然后亏钱。那到那个时候呢，整个市场论序是不是又要改成说原来注意力这件事情真的只能让币价短期的上去，然后终究是一个泡沫呢？我很担心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无论是多厉害的迷因币，在暴涨上去之后，它的泡沫化也会是更严重的。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所谓的价值投资币也会跟着跌下来。但第一个，它跌的会比较少；第二个，如果你抱着它过几个周期，我相信它是会比迷因币的成果是会好一点的。当然，还有另一个就是 BET 的基本面可能不一定有以太坊那么好，等等的，就是这个背后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讨论。但就是给大家一个观点，就是除了短期的币价上涨与否，短期你赚钱与否，区块链跟币圈绝对不单单是赚钱这件事啦，这个也是
这支影片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观念。然后呢，我也从 Ignos 这个文章里面去刚好看到他有这个 site Look 他的一些回应哦。也是从他这个回应里面，我认识了一下 Brave 浏览器做的事情，就看起来它确实是蛮 legit， 只是你可以看到它每一篇的这个文啊，其实它这个流量都非常的有限，3万的观看，然后下面的搜索时间就只有900、600、900的观看，就是我自己目前是还没有研究透彻，我也没有持有任何的 bait， 但是有兴趣的朋友的话，是蛮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似乎非常非常认真在做事的项目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我也没有收他们的业配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本周前瞻的部分，2大交易所爸爸送我们的钱啦！这个 OKX 的空头袭来，2亿5千万颗 NOT 跟5000颗 TON。这个目前有很多的 NOT 跟 TON 的交易对，加上邀请好友等等等，就有各种的这个奖励可以领啊。这个活动日期是到6月27号，所以还有时间呢。你到影片下面的这个链接点进来之后，你要点这个报名加入，你就可以看到说它这边到底有哪一些的规则可以让你去玩。比方说你净充值超过100 USDT。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奖励兑换券 ，NOT 的交易额达到1000 USDT 得到交易券 ，NOT 的交易对累计达到5000 USDT， 就是这些规则你把它做一做，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抽奖券，你就可以抽到这样子的这些奖品，最高可以到5万颗 NOT 或者是5颗 TON， 非常的不错。以及如果你邀请了至少5名符合要求的好友，你自己也可以获得1万颗 NOT， 还有更多的有趣的福利，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栏。以及呢，这个礼拜目前这个挖的已经快要结束了。我录制的时候还有2天13个小时，影片上架的时候可能已经结束或者剩几个小时了。IO.net 在币安的这个 Launch Pool， 如果你存入 BNB 或者是你存入 FDUSD， 你就可以挖它。我存了没？还没存，就这样存。然后我就开始挖了，可恶，漏挖了。BNB 我是已经挖了，挖到60颗 IO。其实我们那个社群的文章里面其实就有介绍到，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订阅的话，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这样的消息，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币安或者是 OKX 上面的这样的福利空投的事件了。所以还不赶快按下订阅。好，本周重要的时间点台北时间的6月12号是礼拜3的晚上8点半，美国的通膨率会公告。OK， 通膨率目前的预期是3.4%嘛，那想必大家都听到烂了，就是如果通膨率高于预期的话，降息的几率可能会比较高，价格可能会波动比较大。那如我们这个礼拜看到的币价的走势，现在这个时间点对币价的反应可能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无论这个时候你预期说到底是会利好或者是利空市场，台北时间礼拜3的晚上8点半可能会有一个波动。那至于紧接而来当天晚上的2点就礼拜4早上的凌晨2点，他们要公布这个降息与否的事情，可能也会稍微有所影响。但是其实基本上大家都认为说不会降，90%以上的人都认为不会降。不确定波动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但当天晚上算是一个总体经济的一个大事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顺便再提一下，就是6月13号我们在台南有这个一个币圈的课程，礼拜2我们会用 email 提供你，如果报名成功会给你直播的连结，或者是你可以在课程网页上按开始学习，到时候就可以变成就是课啦。那练习生6月13号有我这个课以外呢，6月29号也有倪南猫老师的课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参观了解都是免费的，有实体也有线上，大家可以再了解一下。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画的这个图那个时候我应该是2周前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乱画，但你不觉得你看比特是不是就是我当时画的时候这个是有到这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说这个可能会这样收敛，你看是不是这边图下不去，然后就涨上去，然后这边是不是没有涨上去就下来，就是是不是画的挺准的？我这边就觉得说它可能就不会再跌到这里，然后就是然后往上，然后突破，然后回踩，然后就涨。乱讲，不构成投资建议。就是我刚刚不是我们6月中可能会涨嘛 ？I don't know, I don't care。反正就是画个有趣的，之后我们再请厉害的技术分析老师再教我跟教大家这个脑袋怎么画。如果我画错了，好了，那就这样子了。以上就是本周币圈周报。如果对币圈对我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 YouTube 知道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人问题都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当然，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